最近到西雅图去旅行了，原来只是想陪着儿孙去这个水族馆随便走走看看，但是没想到我发现这个水族馆很特别，它有2个馆，这个老一点的馆和自然是浑然一体，很多地方都没有空调，就是跟自然是敞开的，然后里面的鱼呢，看上去暗暗的，而那个新馆里的鱼是灿烂无比，看上去非常的耀眼。大家好，我是 Adam。西雅图水族馆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海滨59号和60号码头，面朝埃利奥特湾，创建于1977年，是一所集海洋展示、教育和保护研究于一体的公共水族馆。它的使命是激发公众保护海洋环境的意识，不仅展示海洋生物，还积极参与海洋保育和公众科普活动，特别关注太平洋西北地区与沙里西海的生态系统。这里大家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潮池体验区，大家可以在这里来触摸像海星海葵这样的大西洋的这些常见的物种。潮池体验区位于旧馆当中，出了旧馆旁边就是敞开的露天展示棚了。这里像是自然景观，看这些海鸟，它们都好像生活得很自在。这里展示的是三文鱼的孵化过程。很不同一般的是，这些海濑、海豹以及这个海鸟等等，它们的生态环境就是当地的环境，它们的展厅是对外是展开的，没有空调。大家看看，这是西雅图市中心的高层建筑和这个蓝色的天空。美国的西海岸是属于冷水区，比如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这里的华盛顿州。天气呢常常多云，光线比较暗，海水通常也会浑浊一点，所以的鲜艳的颜色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并不明显。这几个鱼缸因为打了灯光，我想主要是为了便于游客观看吧。大家注意到没有？这里的许多植物主要是海带森林类的植物。因此呢，这儿的鱼的颜色大多为棕色、灰色、橄榄色。也许你会说，你说的不对，看，我看到有深红色的鱼了。其实这是因为是有灯光。如果想象一下，在深海当中的话，完全黑的状况下，这个深红色其实是很接近于黑色的。在冷水海域，伪装更重要，不被发现比好看更重要。出了旧馆，大家看旁边就是2024年开放的 Ocean Pavilion， 也就是叫做海洋馆新馆。这一个项目把被称为海洋生物多样性中心的珊瑚三角区生态系统呢，带到了西雅图的中心。馆内拥有鲨鱼和鳐鱼、大型珊瑚礁生态缸、上百种热带鱼类，还有红树林生态展示。在以寒冷海域著称的太平洋西北地区，
能够体验到沉浸式的热带珊瑚礁环境，这一点本身就非常特别。在进入新馆之前，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西雅图周围的美丽的海景。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这里是新馆的大厅，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新馆里的所有的鱼都是从西太平洋的暖水区，也就是西太平洋的另一端，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啊、所罗门群岛啊、马赛尔群岛啊那些地方来的。哎，快过来看，这里有海蜇。这是海蜇的培植场地，大家看这些小海蜇是不是很有意思？这是给鱼类制作食物的地方，这些设备非常的井井有序。这里也有现场讲演，让我们来听听吧。With lobster hard shell. Yeah, she'll put on a good display here, probably at the window, but she doesn't have teeth like you might think of most sharks having. She's got kind of a squiggly set of crushing plates, and she can use those with a wasp force to crush the shells of things like crabs or lobster to really get the meat and stuff inside of those. She is pretty well equipped to crush whatever she might need to crush to find some food. Yeah, it's some really impressive jaws and very different than what we think of when we think about some of her closely related cousins, the sharks. So such a cool treat to get to see her use those right up close and personal. 我想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个新馆里的鱼，它们的颜色比在那个旧馆里的鱼要鲜艳许多。这是因为在热带太平洋的地区，它一年四季阳光充足，海水清澈，水下的环境明亮。在明亮的环境中呢，鲜艳的颜色更容易被看见。鱼儿可以用颜色来求偶、示威、区分物种。热带暖水区域有珊瑚礁生态系统，那里颜色丰富，结构复杂，生物种类极多，这样鱼类演化出鲜艳的颜色呢，可以融入五彩的珊瑚环境。另外也便于识别同类及吸引配偶。在热带海域中，物种特别的多，竞争也特别的激烈，因此也需要通过颜色来区分彼此。最后就是水会吸收不同颜色的光，红色光通常是最先消失，越深的水里面呢，颜色就越少。这样在暖水区域或者说是热带海域吧，颜色就有很重要的演化优势。而在靠近西雅图附近的冷水海域呢，由于海水更深更暗，因此鲜艳的颜色在深水里根本就看不见，所以演化的优势也比较的小。总结一下，在暖水的太平洋，阳光很强，而在美国冷水的海岸呢，光线比较弱。另外，在暖水的太平洋，通常是有珊瑚礁，而在美国的冷水海岸，通常是海带森林。在暖水的太平洋，生物多样性非常的高，而在美国冷水的海岸，生物多样性相对较低。最后就是
在暖水的太平洋，颜色是用来交流，而在美国冷水海岸，鱼的颜色更多是用于伪装。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热带海里的鱼都是五颜六色，而美国西海岸那边的鱼却是灰灰的了。同样是鱼，却因为生长的海域不同、温度不同、环境不同，而拥有完全不同的外表与生存的方式。但当我们再往深一点想，这不仅仅是鱼的故事，环境塑造了颜色，气候影响了性格，生态决定了表达方式。人类其实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家庭和成长背景。有人像冷水鱼一样沉稳内敛，有人像热带鱼一样热情奔放。差异并不意味着优劣，而是环境赋予我们独特的印记。回家的路上，我在想，海洋教会我们的不只是生物知识，而是包容。当冷水与暖流在地球上交汇，当不同的生态系统共同维系着同一个太平洋，我们也许能明白，多样性不是分裂，而是平衡；不是冲突，而是共生。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条色彩斑斓的鱼，或者一条朴素低调的鱼，也许可以想一想，它只是忠实地活成了它环境所塑造的样子，而我们也是如此。感谢你和我一起走过这片海洋世界。如果喜欢这样深度探索，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次再见。